今天邦尼要带来的是三星 Neo QLED 8K 系列中的 QN800A 电视，搭配 Q900A Soundbar 的开箱。为了避免大家搞混，大家可以稍微记一下 ，QN 开头的这是 Neo QLED 量子系列电视，邦尼开箱的型号是 QN800A，Soundbar 则是 Q900A。我们先来看电视。大家可以看到，今年三星许多电视产品都从 QLED 变成了 Neo QLED。这边的 Neo 就代表采用的是全新的 Mini LED 背光技术。Neo QLED 简单来说，就是 Mini LED 背光搭配 QLED 金属量子点显色技术的电视。不过，究竟采用了 Mini LED 技术的三星 Neo QLED 8K 电视 QN800A 表现如何？一起来看看吧。没错 ，Mini LED 在今年终于登陆了更多电视产品，而这个许多人期待的 Mini LED 跟一般电视有什么不同？邦尼简单帮大家复习一下。过去采用背光技术的电视，想让萤幕亮起来，就需要有光源打到面板上，这就是 LCD 背光技术。而背后的 LED 模组安装方式，主要分成侧光式跟直下式两种。侧光式简单来说，就是在面板侧边放入 LED 模组，接着点亮侧边 LED 灯条后，再透过导光板让光覆盖整个萤幕，这就是侧光式技术点亮萤幕的方式。可是邦尼也讲过很多次，把灯条放在边缘，这就会造成在显示上边缘比较亮，中间比较暗的问题发生。更重要的是，没有分区控光的 LCD 电视，即使画面只显示一个小点，萤幕也需要点亮所有 LED 模组，让光从侧边透到萤幕中间，才可以点亮那个白色小点。所以这类的电视，如果你常看的内容有很多低光场景，就会明显在画面上看到黑色透出来的是蓝色或灰色。而更好的解决方案当然也有，就是直下式背光技术。简单来说，直下式技术就是把背光模组安装在面板后面，如此一来也就解决了放在侧边有亮度不均匀的问题。不过除了直下式背光，更重要的是分区控光的技术。因为直下式背光只代表 LED 模组放置的方式，如果没有控光功能，面板还必须点亮所有 LED 模组。所以具有控光能力的电视就可以随着画面进一步控制如何点亮面板后面的 LED 模组。如果画面上只有一个小点，就可以只开启一个小区域的 LED， 让显示黑色的画面尽可能达到全黑。不过最重要的问题来了，就算是直下式技术，也具有区域控光能力，还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它有多少个分区的控光呢？究竟是只有10个分区、100个分区，还是数百个分区，都会大大影响高对比场景的实际表现。分区太少，为了维持画面亮度，所以需要点亮更多 LED。如此一来，也无法精准控光，所以分区越多，也更有机会把画面做好。那为什么是说有机会呢？最后还有一个关键的要素，就是电视的演算法以及控制模组，究竟怎么控制所有的分区模组？好，接着我们就来看 Mini LED 背光技术。简单来讲 ，Mini LED 背光可以说是更进阶版本的直下式背光电视，同时受益于 Mini LED 的体积，相较起传统的 LED 模组小了非常多，只有一般 LED 灯组的1/40。这也让采用 Mini LED 技术的电视，可以在面板后塞入更多 Mini LED 灯珠，如此一来，也可以达成更多的分区，让控光更加细腻。同时也受益于 Mini LED 的体积优势，可以看到机身有感变薄。所以受益于 Mini LED 技术，这些电视背后的 Mini LED 灯珠及分区也瞬间翻了几倍，优势很明显。采用 Mini LED 技术的电视，在显示黑暗场景时，更游刃有余地关闭分区，只开启有显示画面区域的灯珠，让对比表现更好。不过 Mini LED 的本质还是背光，所以在显示小范围画面时，侧看还是会伴随着一小圈光晕。而在高密度的光点下 ，Mini LED 目前还是有所限制。同时，虽然在理想中 ，Mini LED 可以达到上万个控光分区，但实际上因为控光的硬体模组以及软体算法，目前都还是有一定的限制，只能继续等待迭代更新。但相较起过去的所有背光解决方案 ，Mini LED 还是背光上的一大要进，跟过去的 LCD 电视相比，还是可以看出明显差异。当然，因为 QN800A 的定位还是相对平价的 Mini LED 8K， 所以跟过去数百分区的旗舰 LCD 会比较相近。但在一来一往之下
Q-N800A 透过 Mini LED 换来的画面表现，跟售价相比就显得相对亲民许多。在带大家简单看过 Mini LED 技术后，接着我们一样从外观看起。在设计上 ，Q-N800A 虽然还不是 8K 系列定位最顶的机种，不过边框跟机身厚度以同级来说，其实都已经非常窄跟薄。尤其跟高阶的直下式背光电视对比 ，Mini LED 机型在厚度上的差异还是非常明显。搭配上三星经典的零间隙壁挂架，电视会完全的贴在墙上，就像是一整块荧幕贴在墙上。至于更顶的 QN900A， 边框就真的是细到没朋友。不过既然是顶规定位，价格也真的是朋友不多。同时，这次的 QN800A 一样支援了三星第2代的美型连接设计。在机身上，除了极限盒的连接线材没有其他接孔，所有的外接线材都可以连接到这个外接的极限盒。即使是壁挂在墙上，也不会垂一堆线在电视下方，会美观许多。而在 I/O 接孔上，总共有4个 HDMI 2.1 接孔，最高可以支援 8K 60fps 以及 4K 120fps， 同时也有3个 USB、光纤以及网络接孔，在接孔上也是给的比较足了。比较特别的是，随附了2种长度的连接线，搭配上这次特别设计的支架，你可以把集线器整合在支架上，或选择把美型集线器分开放置。遥控器部分采用法丝纹的设计，外观还是蛮有质感的。不过拿起来就会发现，主要材质还是塑胶。但这支遥控器也支援了智慧单一遥控器的功能，只要一支遥控器就可以操控支援的 Soundbar、数位机上盒、MOD 等等。比较特别的是，这次的遥控器采用 Type-C 充电孔，不需要替换电池，或可以透过背面的太阳能充电板进行充电。顺带一提，在充电时，遥控器可以继续使用。而在面板性能上，搭载采用 Mini LED 技术的 Neo QLED 8K 10bit VA 面板，支援 120Hz 萤幕更新率，解析度达到 8K 7680x4320，也就是 4K 的4倍解析度。同时 QN800A 采用同样是三星针对 VA 显示器最佳化的导光板，可以从画面上看到，在一般室内的侧看视角上，显示效果影响不大。采用的是 QLED 金属量子点显色技术，达到100%的色彩空间，以及100%的 DCI-P3。而刚才邦尼也有提到，因为采用的是 Mini LED， 所以会更仰赖影像处理器以及软体算法的控光表现。官方则是称为 Neo 8K 量子 AI 智慧处理器、AI 量子程式演算科技，以及 8K 超能控光技术 Pro。而在显示效果上 ，QN800A 同样有智慧模式。开启后，系统就会根据不同场景自动调整影像设定、萤幕亮度。不过在开启后就无法手动调整显示模式，整体色温也会接近更暖一些的 D65。所以习惯自己切换显示模式的朋友，可以在智慧模式中关闭 Adaptive Picture， 就可以调整动态、标准、正常、电影以及新增的 Filmmaker Mode， 可以提供更接近传达影像创作者的原始想法。不过可以明显感受到 QN800A 的调校策略在亮度跟控光上都更加保守，建议在进阶选项中进一步调整。HDR 部分 QN800A 支援 HLG、HDR10、HDR10 Plus 3种 HDR 主流规格，不支援 Dolby Vision。可以看到三星还是力推 HDR10 Plus。此外，这次 QN800A 也支援了三星前阵子公布的 HDR10 Plus Adaptive。简单来说，这是系统会透过电视的环境光感应器，自动调整 HDR 影像的显示效果及亮度，让电视可以根据不同环境光源提供最佳的显示效果。除此之外，邦尼实测 QN800A 拥有破千尼特的峰值亮度，在观看一些低光场景为主的影集时，也可以很好的发挥 Mini LED 的动态范围。尤其受益于 Mini LED 带来的对比表现，在 QN800A 上的高光表现还是非常惊喜。在一些明暗对比明显的场景中 ，Mini LED 的对比表现还是非常有感。尤其是在高光的画面中，例如太阳、电灯闪到镜头，在电视前面也真的会有被闪到的感觉。在一般的 SDR 影像也有破千尼特的亮度表现，可以更好的释放一般影像的明暗细节。同时受益于高亮度，就算不关灯，破千尼特的亮度表现也非常足够。而在复杂光源下，目前在最新版本的韧体中
QN800A 在调整为高的模式下，整体控光会更加积极，在复杂光源下的表现也没有太大问题。同时，有了 Mini LED 的加持，在暗部表现上黑得非常深邃。大家也可以根据观看的影像，在进阶设定把区域控光设定成高，进一步解放 Mini LED 的表现。同时 ，QN800A 也采用了救急黑面板。简单来说，救急黑面板表面能够把外部光线吸收，让电视达到低反射，比较不容易受到外在光源，例如室内电灯、窗户反射的影响。同时，搭配上 QN800A 优势的亮度表现，即使是开窗看电视，也可以有非常不错的显示效果。接着，我们看到音效部分 ，QN800A 搭载了70瓦4.2.2声道的内建喇叭，以电视内建喇叭来说，表现非常不错。魔术音效功能也会自动根据画面内容智慧调整声音效果。比较特别的是，这次的 QN800A 支援了魔幻音场的功能，可以把电视的喇叭及自家的 soundbar 整合。简单来说，过去当电视接上 soundbar 后，就只能透过 soundbar 输出声音，电视的内建喇叭就算再好也只能放着。而魔幻音场就是三星针对自家电视跟 soundbar 整合的成果。例如帮你这次开箱的 QN800A， 只要接上支援的三星自家 soundbar， 就可以在音效模式中开启电视加 soundbar 的选项，系统就会把电视的喇叭结合 soundbar 同步进行音效输出。这时候系统就会依照不同的声音输出需求，同时使用 soundbar 以及 QN800A 的内建喇叭进行输出。所以三星的意图很明显，就是除了电视，还可以顺便入手 soundbar。接着帮你也带大家看一下这次一起开箱的 Q98A soundbar。Q98A 是一支 7.1.2 的 soundbar， 7代表的是7个喇叭单体，1代表的是1个重低音，而点2则是代表2个天空声道。同时 Q98A 也支援后环绕，可以另外加购，但预算足够也可以直上包含后环绕的 Q950A。值得一提的是 ，Q98A 算是三星相对高阶定位的 soundbar， 所以为了完整发挥 soundbar 的潜力，这次 Q98A 支援了 AI 回声定位 Plus。简单来说，就是系统会透过 Q98A 重低音喇叭的内建麦克风，透过声波的方式进行空间侦测。只要在 App 中开启 Auto EQ， 就可以听到 soundbar 的重低音喇叭开始进行空间侦测。接着系统就会根据环境跟空间摆设，自动最佳化 soundbar 的音效设定。重点是一切都是自动的，不需要额外调整或复杂的操作。话说回来，这次三星的 Q98A soundbar 同样支援了 eARC， 所以大家可以依照需求选择直接接上电视或是 soundbar 都没问题。如果有延迟，建议可以直接接上 soundbar， 通常会有所改善。另外，这次的 Q98A 也支援了游戏模式。而在音效上 ，Q98A 支援 Dolby Atmos 以及 DTS:X， 经过邦尼实测，搭配上 QN800A， 可以成功点灯 Dolby Atmos。比较特别的是，这次 Q98A soundbar 也支援了许多连接功能，例如三星装置专属的一触即播，只要把手机轻轻靠上 soundbar 顶部，三星手机就会自动连接 soundbar， 接着就可以把手机上的音讯透过 soundbar 播放。此外 ，Q98A 也支援了 Chromecast， 可以直接透过 Chromecast 投放按钮进行音讯投放，同时也支援苹果的 AirPlay 2， 可以把 Apple 装置上的音讯直接连接到 soundbar。最后，如果你有透过三星账号连接 Spotify， 你也可以直接透过 Spotify App 把音讯投放到 soundbar， 可以直接把 soundbar 当成无线音响使用，并且具有无线投放功能，非常方便。值得一提的是，你可以透过 SmartThings App 进一步设定 soundbar， 例如在进阶设定开启语音增强、Bass 增强，以及在晚上偷看影集很实用的深夜模式。比较特别的是 ，Q98A 也支援了智慧抗噪功能。当环境突然有一些持续性的噪音，例如空气清净机突然大声运转，或使用吸尘器，系统也会自动强化影片中的对话音量，让你可以听清楚影片中在说什么。接着，我们回到 QN800A 电视的智慧功能。这次在 App 商店中，同样可以找到 YouTube、Netflix、Prime Video、HBO 以及 Apple TV。重点是最近在台登场的 Disney Plus 也在上线当天开放使用了。同时，目前新款的三星电视也内建了苹果的 AirPlay 2， 可以直接把苹果手机的画面投放到电视上。当然，自家的 Galaxy 装置也有一些专属的功能，
例如感应连接，跟 Soundbar 一样，只要把手机轻轻靠在电视边缘，手机就会直接连接到电视上。比较实用的是，三星装置在投放画面时，可以直接在手机上切换萤幕比例，让投放的画面可以在电视上满版显示。此外，这次三星也加入了多重视窗功能，可以分割画面，显示不同的输入源。整体来说，三星电视在连接支援上依旧比较完整，几乎是你想要的都有支援。而在游戏体验上 ，QN800A 获得 FreeSync Premium Pro 认证，支援 VRR 以及超能动态加速器 Plus。简单来说，就是支援 4K 120Hz。都到了这个定位的电视，游戏体验还是比较稳，延迟表现也非常不错。比较特别的是，这次 QN800A 加入了 Game Bar 的功能，可以快速调整游戏相关的显示设定，并且在一个页面中就可以看到目前画面的影像规格，非常方便。如果是连接桌机，在游戏时可以开启超宽电竞萤幕比的功能，切换影像输入的显示比例，就看大家需求斟酌使用咯。好啦，以上就是这次帮你带来的 Neo QLED 8K QN800A 以及 Q900A Soundbar 的开箱。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如果还有任何想知道或帮你没说到的地方，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帮你，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帮你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